来，我们先看一下大屏幕，了解一下基本的情况，请看。我和他在一起快1年了，两个人感情也挺好的，可他妈妈一直不同意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我妈从小管我挺严的，但这次我想为我们努力争取，希望她能再给我一些时间。他妈妈不仅挑剔我的工作，甚至还怀疑我和他在一起的目的。他这么想我，我很伤心。我也不想失去他，但夹在他跟我妈妈之间，我也感到挺为难的。我们的恋爱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现在我完全看不到这段感情的希望。男方的母亲怀疑女孩是别有用心。看来啊，这女孩还没有真正走入这个家庭，就已经遇到了未来婆婆和自己的大战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让我们有请2位嘉宾。男嘉宾小杨，27岁，来自湖南，个体；女嘉宾小刘，24岁，来自湖南，是一名舞蹈老师。有请2位，有请。母亲不同意。是啊。原因是什么？我妈妈给我物色了一个老同学家的一个闺女，然后她觉得各方面比较适合我，又比较会照顾人，性格又比较温柔，她就叫我跟她去见面，然后我就跟她见过几次面，在没跟她确定关系之前，我偶尔发了几次信息，聊了几回天，跟她确定关系以后根本就没联系过。如果没有关系，他妈怎么会把我带到家里面去呢？就是我一进门嘛，然后就看到就是他那个相亲对象跟他妈在那聊天，可开心了，还跟我介绍说。那才是他女朋友，我只是他的朋友。我当时就傻了，我就跑出去了。你也知道那是我妈妈给我找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吗？你知道我这1年做了多少事情吗？我就想就是让他妈妈高兴。没事的时候我就提大袋那个东西，水果呀，还有偶尔买些护肤品嘛，去看他妈妈。但是他妈妈就是对我爱理不理。我妈非得要，她非得就是觉得那个女孩子适合我。我说我跟我妈说，我说我没跟那个压根没跟那个女孩在一起，我现在有了喜欢的。她说不，那个不适合你，我不想要跟那样的。我说你又没了解过她，你就现在跟我说不适合我。而且他妈妈很刁难我，就是如果说我要跟他结婚的话，就必须答应他3个条件。什么条件？就是结婚之后我得马上生孩子，然后房子车子还得写他的名字，就是结婚之后所有的家务活还得归我干。我自己在家，我妈都舍不得让我做事呢，一到他们家就成他们家保姆了。你说这我怎么能答应？而且我现在我的工作他必须要我换掉，而且也不能到他们家饭店去做事。哎，你答应了以后家务活我干不行了吗？那个这些我们以后慢慢的去做成我妈妈的工作。而且我每次都是为他好，因为他本来就偏胖嘛，我带他去体检，医生说他血脂高，可能他又熬夜，然后又喝酒啊、嚼槟榔这样的。我劝他，他不听，我就想让阿姨就是一起帮我劝劝他。但是阿姨你知道怎么跟我说的吗？你要嫌弃我儿子就趁早分手，就是你不喜欢他，多的人喜欢他去了。就说这样的话，我当时实在是太委屈了，我就哭着出去的。你这个表情，这又摇头又什么意思呢？我现在是夹在两个人之间，我现在是那个是妈，这个是我喜欢的人，我现在就觉得我好难哦。而且我觉得他对我们2个他没有做出什么努力，你知道吗？他根本没有。我怎么没有努力过吗？他老是说他妈喜欢我，你知道吗？就是说这样的话，我就以为我自己做的不够多，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想让他就是了解我嘛，多了解我，要他带他妈到我工作室来看看，就我是一个上进的人啊，是不是？就是，但是他自己有一个舞蹈工作室。对，我当时正在排练，很多学员嘛，还有很多同事都在那里看着呢。你知道他妈进门就说，这男女在这干嘛呀？衣服穿那么少，这哪是在跳舞啊？这像什么样子啊？你这咧着嘴什么意思呀？我想说的是，他老年人嘛，他思想不一样，他觉得你们跳那种现代舞太性感了，他受不了。不是说你不好，只是说你的舞蹈他不能理解。我是觉得现在做什么事情，我现在看不到希望，我觉得没有未来。这个姑娘想过要嫁给他吗？在没有出现妈妈等等这一系列的矛盾之前，想过的，没想到他妈就是这么反对。妈妈今天来了是吗？啊，来了。上来咱们聊聊啊，到底家里怎么回事啊？这个就这么不赞成儿子选的对象？因为我这儿子从小嘛是我们带大的，我们是做生意的，是不是？儿子我们也看得很重的，因为我们在家里给他找了一个自己的朋友的丫头，是教小学的。
我看着他从小长大的，是吧？我也知根知底。他和这个女的谈的时候，他是一个跳舞的，我不喜欢。为什么不同意是跳舞的呢？我儿子带我去他的跳舞的办公室去看，是吧？我推开门一看，哎呀，那个男的呀、女的呀，就是你牵手，我牵手，搂搂抱抱，讲什么呀？不，你们跳的是什么舞呢？肚皮都打出来了，那是跳舞吗？拉丁爵士这样。我找儿媳妇，我不会找这种儿媳妇的。我找儿媳妇要找在家里您照顾儿子，您做的事带带小孩就可以了。他跟我儿子一跑到我店里来，说来帮忙，不是看看我们的账，就是收我们的钱。他要是来帮忙的，怎么桌子不收，卫生不搞，怎么就一来就收钱，好像成了这家的不是有员工吗？要他干嘛吗？我只是偶尔收了几次，因为我去的时候别人就说买单了，我就收了一下钱，是不是？如果说我图他们家什么的话，我自己现在有经济来源，我自己能独立，我自己开工作室，我图他家什么呀？我觉得这样说，那你为什么有其他事不干？为什么来了就非要收钱呢？他那天我妈就跟我说，就是你跟他谈，你的人都变了，你从来都不和我顶嘴，你现在嘛有什么都可以和我顶嘴，现在还没结婚你就这样啊？这姑娘跟你顶嘴吗，阿姨？我很少跟她说话，因为我不喜欢她。你像她怎么会照顾你啊？你还没进我们家门就是唠唠叨叨，又是怕呀什么的，还没来就嫌弃你，我不会赞成你们的。这样我也不行，他的个性我也不喜欢。你没了解过他，你说他个性怎么样？你现在能说出来吗？你了解过他了吗？我怎么不了解啊？你没和他讲的时候，我说什么你从来不和我顶嘴。你现在当着广州这么大的当这么多人的面，你都跟我顶嘴，我不了解吗？就了解了，你都变了，跟他结婚了，我就一个儿子都没有了。理解啊！来，让女孩跟您说两句。来，姑娘说两句，跟阿姨说。阿姨她要我答应那3个条件，我肯定是不可能答应的。现在我沟通也没有用啊。我跟你说，你原来答应我3个条件，我还可以考虑一下。你要是现在答应我3个条件了，我也。为什么呀？他现在都提出跟我儿子要分手了，你说分手，巴不得我们要分手。我当时看到那个女孩在那里，我就走了，我就要分手的。这个女孩就是我喜欢的，就是我从小看她长大的。没问题，阿姨不好意思啊，人家那女孩知道他俩现在在谈恋爱吗？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听明白了，妈妈心中有一个标准的儿媳妇。是啊，所以我做的这1年，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任谁的妈妈都会觉得我是真心对她儿子，对不对？给阿姨买护肤品，就经常去看望她。哎，给阿姨买护肤品，这阿姨你高兴吗？这个说很收礼还是高兴的。收的东西是东西，是不是啊？一码是一码。收礼还是开心的，但是儿媳妇东西我收，但是人我退，是不是这个意思？交朋友可以啊，但是我不容易到我家来做媳妇。我觉得啊，这个女生在场上开口闭口都是称阿姨，而且女生呢，除了在礼节方面做到了之外，也确实没有什么所谓的我们所认为不好的事情。但是阿姨，您作为德高望重这么大年纪，家庭生活条件也还算不错，应该知书达理。但你开口闭口我不喜欢这个女人，甚至说话的时候也是拿眼睛去瞥别人，我认为这很不尊重，不像是您这个年纪应该做出的礼仪。你可以很礼貌地说我不希望他们俩在一起，总而言之我不支持，但你不能在台上对他是这样的态度。你可以反对，这是你的权利，但你不能不尊重别人。姑娘，我再问一下啊，阿姨，我没有看到松动，如果经过我们一番专家的指点之后还是不能松动，你准备怎么办？只要阿姨能够接受我的话，我当然愿意继续跟她在一起啊。你如果是我的女儿，我只有一种冲动，马上把你带走。你有自己的工作室，你独立自主，长得也还算不错，为什么要在这儿受到别人的不尊重呢？所以姑娘自己要考虑清楚，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啊。阿姨您先休息一下啊。我们进入丘比特问卷。阿姨，那个女孩人不错吧？不错。您就把那个女孩认作干闺女，视作亲生女儿一般。你问她那个女孩愿意接受对呀， 3个条件吗？她找了一个男朋友，
男朋友他妈也通情达理，就提出了3个条件：一，过来以后尽快生娃；二，过来以后，对不起，房子和车都得是那男人的名字，家务活你的义女、你的养女都得干；三，那个女孩现在的工作不能做了，但是也不能参与那个男人家的工作，再找一份工作，因为那个妈不喜欢你养女的工作。这仨条件，您作为一个母亲能接受吗？但是人家媳妇的话不会提那个要求的，就是因为他妈妈不同意啊，就提出这个要求的。所以这3个要求并不是说合情合理的要求，对吗？只是因为不喜欢，所以刻意刁难，提出了3个你绝不能接受的条件，于是就罢了，对吗？是，就想他知难而退。您还是很诚实的，我觉得阿姨，咱给她鼓鼓掌，咱也给她点个赞啊！她最起码承认了，我提这3个要求是不合理的要求。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其实您知道，阿姨，您也当初嫁了人，给人家做了儿媳妇儿，您抚养儿子不容易。同样，将来这个女孩要嫁给你儿子的话，也要做您的儿媳妇儿，将来她也要做婆婆。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将心比心不行吗？别说您义女了，当初您的婆婆给你提出这仨条件，要赶你出门，你能怎么样？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看我们主持人怎么样？他很好啊。他哪儿好？他应该当主持人的，成天抛头露面，穿的也不多吗？我再问您问题，您家是做生意的，对不对？对。我觉得做生意家的儿子不能要，无商不奸呐。这还是一个根据他职业和爱好就能判定他好坏的年代吗，阿姨？所有的要求和道理，您自己心里都站不住。我知道为什么你还这么嘴硬，就是要这个面子。但是要面子，咱得讲理子，咱得讲道理。妈妈，我可不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情？其实今天不是要找你麻烦，其实妈妈，我觉得你爱儿子。天下父母心啊，谁不爱儿子呢？你希望你儿子幸福，对不对？对。好。刚刚有一句话你说得好，你说你转过来说，你怎么现在跟我顶嘴？你以前都不顶嘴。他真的不顶嘴吗？他从来没有顶过嘴，为了这个女人跟你顶嘴，是不是？是。那你是宁愿他现在跟你顶嘴，还是他听了你的话，有一天他非常的不幸福，非常的生气，那时候再跟你顶嘴呢？我还跟你讲一个小故事，好吧，阿姨？我认识一个有钱人家。他们有4个儿女，这4个儿女都是他爸妈安排的婚嫁。但是我要告诉你，经过非常多年，这一家人我认识，4个人没有一个幸福的。最后他们纷纷回去找他的父母，是当初为什么要为我安排这样的一个婚姻？他们现在每一个人困难重重，怨声载道，而父母非常的后悔，当初他们没有尊重孩子的意愿。举个例子，他现在真的跟着那个女生结婚了，有一天他不幸福，请问你负责吗？肯定每一个做父母的肯定让儿女快乐啊。好，谢谢。但是不一定找这个就是快乐，找那一个就是不快乐啊，不是啊。这个要让他自己去发现，自己去承担，因为这是他的人生，不是你的人生。他的人生自己他找的，他自己负责。有一天他不会怨你，今天他已经开始怨你了。等到有一天他真的很不快乐、不幸，他会真的怨你。那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这个母亲做的不值得。我要对儿子说一句话：你现在要解决一件事情，你要去找你妈妈最喜欢那个女生，去跟她谈清楚，带她回去见你妈妈说，你们两个不是一对，你不爱她，她也不爱你。请你妈妈不要再做这个幻想，你有你自己幸福的抉择，你可以办得到吗？办得到。你要让你妈妈很清楚知道，不要再把梦想放在这个女生身上，因为你对她没有感情，你做得到吗？做得到。这一点你要硬起来。我觉得你对你妈妈非常的柔软，你非常听话，很好。但是如果这一生你要硬一次的话，就这一次了。要为你的幸福争取，要捍卫这个女生。然后我要对女生说一句话：妈妈如果不喜欢你去她饭店收钱，你不要再去了。
尊重妈妈，让她不要做她不高兴的事情。你这个妈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继续送她护肤产品，她蛮喜欢的。她刚才笑了，你继续送她的礼物，收服她，征服她。但是我跟你讲，不要觉得委屈，因为妈妈她没有恶意，她就是爱她儿子。但是你要让妈妈看到你的优点，你不要与她为敌，你要以柔克刚。我很不能理解男方父母在这个场上的趾高气昂的那种行为。一个母亲首先是个女人，同时也是父母，她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下别人父母的感受？如果今天是你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在这趾高气昂这样对待他，我相信你会很难受的，因为你的儿子没有受到尊重，间接的也没有尊重到别人的父母。做人得要将心比心的，但是你没有。你也是个母亲，你想想他的母亲得有多难受。我的女儿做了什么，要被别人这么瞧不起，当贼一样防着，还要到你们家去做保姆？我的女儿不是10月怀胎生下来的吗？我说句难听的话，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坐在这儿，就你们两人的外形条件，男生是差一点的。再就个人能力，女生其实做了很多去公关的工作，其实做的比男生要多，他也比他强，情商也比他强。再论工作，人家自己成立的工作室，你在家里做自己家里的生意，人家比你独立，比你强，样样都比你儿子好。再说第二个，任何的婆媳之间关系不好都有一个共同特质，男人太弱。如果他独立一点，不做家里的生意，我们自己租房子，妈妈还有什么话可说？21世纪最大的谎言就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错，父母就是会有错误的。你不用跟他去抵抗嘛，我不做家里的生意了，我自己出去，我跟他单过，我要保护我的女人，但我也不对我的母亲不尊重。你做了什么？如果你的儿子碰上一个表面上顺从你听你的话，背后里把你们家的钱全部烧走了，而且还挑拨你们母子之间，像个敌人一样，你才叫真的到了8辈子大霉了。你想想看吧，这个男生其实挺老实的，几乎被母亲管的已经没有什么能耐了，他很容易碰上那种女生，最后把他们俩离间的一塌糊涂。但如果真的找到那样的一个女生，你怎么办？所以从某个条件下来说，你的儿子这辈子就做了一件对事，就找了她，而没有找那样的女人。所以说有些事情上半夜想想，下半夜想想，妈妈应该考虑一下，这个媳妇儿其实挺老实的。你无非是下不了台，觉得自己最失败的莫过于自己一直以来养的儿子却听了别的女人的话。但我想告诉你，你儿子之所以在目前这个台上对你还唯唯诺诺，那是因为心里有你。跟很多无法无天的儿子比起来，早就带他私奔了，你能拿他怎么样？你能跟他脱离母子关系？所以不要那么决绝，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不要那么死撑着了，否则的话，你是自己把自己架在火上烤。小伙子，你要去成长，成为一个能在家中立得住的男人，妈妈自然会祝福你的婚姻，祝福你的选择。姑娘多少有些气馁哈，但是没关系，你是一个独立的好姑娘，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你。就像你男朋友说，我都不用问他爱你什么，但你值得人爱。所以接下来看你们怎么说了，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知道这段时间委屈你了，我想说的您心里有我一辈子听我妈妈的话，从小到大，但这次我真的就想自己做主。我妈给她找到她想要的，那不是我想要的。我相信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就如老师说的，我们俩就只出去过就行，我们好好的开始好吗？我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我自己，我觉得你妈妈不同意，你也改变不了，我觉得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结果，
我会让你看到希望，看到结果的。我感觉没有什么幸福。你就是我的幸福。我觉得。我相信我也是你的幸福。好，时间到，请亮灯。来，两位回去吧，稍作考虑啊。请关门。我想问妈妈，刚刚我们3位老师说了，你有改变心意吗？你愿意尊重你的孩子吗？是看过你们几位老师在这里说，是不是？对。就是他。你如果答应我送你护肤产品，伊贝诗弹润保湿水。对，伊贝诗弹润保湿水。说到要保湿，就是用伊贝诗。这个妈妈，其实我们大家像这么多老师，这么多的智慧人生，他们不会看错的。这个女孩子是个好女孩，只是儿子挑战了您的权威，所以您觉得儿子喜欢她不听我的不行，而并不是因为这个女孩不好。她很好。您能考虑一下吗？大姐。愿意吗，阿姨？不是说明天就结婚了？对，你们这些人也真是，他已经同意了，干嘛逼他说出来呢？待会儿他上台祝福不就可以了？哎呀，好吧。其实妈妈不再反对，大家都就说我不赞成，但我也不反对。对，也要台阶下嘛，都是要成长。好了，来，我们请开门。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慌了，再去追回来，还在那儿呢，赶快！我不录了，我去了，你赶快去。加油加油啊，小伙子！就在那儿，就在那儿，在那儿。其实刚才在门合上的时候啊。我听到女生离开的声音，哒哒哒哒高跟鞋的声音，所以我们在跟妈妈说，可不可以你能有个态度？快点，丫头，快上来！我相信妈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快点，这都同意了，你快点。哇，来，掌声再次欢迎他们回到现场。去找了媳妇儿，赶快把妈妈缠上。来，到中间来。妈妈说2句吧。来。妈妈说2句吧。好，界限是组织上大家的面是但是这样他们2个人也有感情是，但是我有一个条件，现在你们2个人还是谈着，但是结婚现在还不行。还了解一档再能结婚。妈，对不起，我也是急了，没其他的意思。你们2个都是我最重要的人。哎呀，太幸福了！妈妈笑了，来吧，和这小姑娘赶紧牵手，还不是儿媳妇儿，也握握手好吗？这要真是成为一家人，多幸福！谢谢阿姨给我们这次机会，我们一定会好好在一起，然后会好好孝顺您的。哎呀，真好，妈妈又笑了。阿姨，这个时候你应该有点那种家长的调调，跟这个姑娘也说几句啊。现在他们有儿子同意了嘛？是，那就让他们去发展吧。去发展吧，好好发展啊！好呀，你的形象在我们心目当中高大了很多呀。来吧，阿姨休息一下啊，我们来看看2个人他们的浪漫时刻啊，有请小花童。我们一起来见证2位年轻人的浪漫吧，妈妈，您是见证人啊，来吧。哇！就一句话，我幸福。亲一个吧，亲一个吧。哎呦！真的好幸福啊！
来吧，这是我们因为是专门为爱情保卫战特别制作的白色恋人系列，希望好好的保养自己，也保护你们的爱情，好吗？谢谢你们。走。真好。阿姨妈，您拿着，一份心意，美美的，你拿妈妈也好好保养啊，女人都要美美的，好吧？来，一家三口，我们离开吧。多好啊！来，妈妈，阿姨。